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办公室里突然传来一声闷响，椅子翻倒在地，文件散落一地。林远山愤怒地瞪着倒在地上的程总监，右脚还保持着踢人的姿势。整个市场部瞬间安静下来，20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这边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程总监捂着胸口，脸色涨红，指着林远山：“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”林远山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：“你再说一遍，我家亲戚怎么了？”同事们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想到平日里温和的林远山会突然爆发。事情要从1个月前说起，那时候没人会想到3张丧假条会引发如此轩然大波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1个月前的周一早晨，林远山匆匆忙忙跑进办公室，眼眶通红，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请假条。程总监，我需要请3天丧假。林远山的声音有些沙哑。程总监头也不抬地继续看着电脑屏幕。丧假？谁走了？我姑父昨天凌晨去世了。林远山哽咽道。程总监这才抬起头，扫了一眼请假条上的红印章，随手签了字：“去吧，节哀顺变。记住，按规定只能请3天。谢谢程总监。”林远山接过请假条，转身离开时，同事们都看到他的肩膀在轻微颤抖。那时候程总监还没太在意，毕竟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。何况林远山平时工作表现一直很好，从不无故请假。林远山是市场部的业务骨干，入职3年来，业绩始终排在前3。他为人低调温和，同事们有困难找他帮忙，他从不推辞。去年年底，新来的实习生小陈因为操作失误差点被辞退，还是林远山主动承担责任，替小陈挽回了工作。林远山这人靠谱，不会撒谎，这是办公室里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。3天后，林远山回来上班，整个人明显瘦了一圈，眼神也有些恍惚。“远山，你还好吧？”同事小王关心地问道。“还行，谢谢关心。”林远山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但眼底的悲伤怎么也掩饰不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远山虽然正常上班，但明显心不在焉。几次开会时，程总监叫他汇报工作，他都要愣一下才反应过来，林远山最近状态不太对啊。办公室里开始有人议论，可能是亲人去世打击太大吧，能理解。小王为林远山辩护道。程总监也注意到了林远山的异常，但想着刚失去亲人，状态差一些也正常，就没有多说什么。可是半个月后，林远山又拿着请假条出现在程总监面前。“程总监，我需要再请几天假。”林远山的声音很小，眼圈又红了。程总监皱了皱眉头：“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了？”“我外公昨天晚上走了。”林远山说这话时，声音明显颤抖。程总监的表情有些微妙，但还是签了字。“又是丧假，你这段时间怎么这么倒霉？”林远山没有回答，接过请假条就走了。这下办公室里的议论声更大了。怎么又是丧假？1个月2次，也太巧了吧？你们说会不会是编的？现在有些人为了请假，什么借口都编得出来。别瞎说，林远山不是那种人。小王依然为林远山辩护，但声音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坚定了。程总监开始留意起林远山的请假模式，他发现林远山这2次请假都选在周一，
正好可以连着周末休息，形成一个小长假，这也太巧了吧。程总监心里开始犯嘀咕。3天后，林远山回来上班，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憔悴了。同事们看他的眼神也有了微妙的变化，少了同情，多了几分怀疑。远山，你家最近怎么了？怎么总有事？老员工赵姐试探性地问道。林远山苦笑一声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也没办法。这个回答听起来有些敷衍，更加重了大家的怀疑。程总监开始暗中观察林远山，他发现林远山请假回来后，精神状态虽然不好，但身体看起来并不像经历了奔波劳累的样子，而且按理说连续处理2次丧事，应该非常疲惫才对。但林远山的表现也不像是很疲惫的感觉，这小子该不会是跑去旅游了吧？程总监心里的怀疑越来越重。更让程总监生气的是，林远山请假期间，部门里有个重要的客户谈判，原本应该他负责的，结果只能临时安排其他人顶替，差点出了纰漏。这小子也太不负责任了，关键时刻总是请假。程总监对林远山的意见越来越大，办公室里的氛围也在悄悄发生变化。原本大家对林远山都很友善，但现在开始有人在背后议论。你们发现没有？林远山请假回来后，反而精神了不少。是啊，真正办丧事的人哪有这样的？我觉得他就是想请假出去玩，编个借口而已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什么借口都编得出来。只有小王还在为林远山辩护。你们别这么说，也许他真的遇到困难了。但小王的声音在办公室里显得越来越微弱。林远山似乎感受到了同事们态度的变化，工作时更加沉默寡言。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，试图用业绩证明自己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在跟他开玩笑。又过了2周，就在大家逐渐淡忘这件事的时候，林远山第3次拿着请假条走向程总监的办公桌，整个办公室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程总监，我需要。林远山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又要请假？程总监的声音明显提高了8度，引得周围同事纷纷侧目。是的，我堂弟出了意外。停！程总监猛地站起身，声音在整个办公室里回荡。林远山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。林远山脸色发白。程总监，我没有撒谎，没撒谎。程总监冷笑一声，走到林远山面前。1个月3次丧假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程总监，我真的什么？程总监打断了林远山的话。真的有这要巧的事？你家是开殡仪馆的吗？怎么总有人死？同事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程总监这话说得太难听了。林远山的拳头紧紧握住，青筋暴起。程总监，请您注意言辞，注意言辞。程总监更加得意洋洋。我为什么要注意言辞？对付你这种撒谎成性的人，我需要客气吗？我没有撒谎。林远山的声音颤抖着。没撒谎？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的亲戚总是在周1或者周5死？程总监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人事部提供的你的请假记录。3次丧假，时间安排得很巧妙吗？林远山看着那份文件，心中涌起一阵绝望。确实，从时间上看，这样的巧合很难让人相信。办公室里的同事们窃窃私语，果然有问题，时间太巧了。我就说嘛，哪有这要巧的事？
看来真的是编借口请假，只有小王还在犹豫，也许真的是巧合呢。巧合你个头！程总监听到了小王的话，转头瞪着他。小王，你别被他骗了，这种人最会装可怜。林远山听到这里，身体开始颤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愤怒。程总监，我可以提供证明。证明？程总监哈哈大笑，现在什么证明弄不到，花几百块钱，什么死亡证明都能买到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林远山。程总监，您过分了。我过分？程总监指着林远山的鼻子，我看是你过分了，拿死人当借口，你有没有一点道德底线？办公室里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，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即将爆发的风暴。程总监彻底撕下了伪装，他环视一圈办公室，确认所有人都在看着这边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声音故意提高了好几度。各位同事，我今天要给大家上一课，什么叫职场诚信？他指着林远山，像是在做演讲。林远山1个月3次丧假，每次都安排在周一或周五，你们说这是巧合吗？办公室里传来窃窃私语声，有人摇头，有人议论。程总监得意地继续说道，我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像林远山这种，就是典型的撒谎成性，毫无职业道德。林远山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拳头握得咯咯作响。程总监，我最后警告您一次，请收回这些话。收回！程总监哈哈大笑，转身对着办公室里的所有人说，大家听听，他还要我收回，他编故事骗假，我揭穿了他，他还要我道歉。几个平时和程总监关系好的同事开始附和。确实，1个月3次也太夸张了，而且时间安排的这要巧，明显是有预谋的。程总监见有人支持，更加得意忘形。林远山，我告诉你，公司不是慈善机构，更不是让你想怎么骗就怎么骗的地方。他走到林远山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叫什么吗？叫欺诈，叫道德败坏。你给我适可而止！林远山咬牙切齿地说道。适可而止！程总监冷笑一声，然后突然提高音量，对着整个办公室喊道，我今天就要问问林远山，你家到底有多少亲戚？是不是都排着队等死呢？这句话一出，办公室里响起了几声倒吸凉气的声音，就连平时支持程总监的人都觉得这话说得太过分了。林远山的身体剧烈颤抖着，眼中涌出了泪水，但不是悲伤，而是愤怒的眼泪。程总监，您收回这句话。林远山的声音低得像是从地狱里传出来的。程总监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，反而更加嚣张。收回！我为什么要收回事实？他转身面对所有同事，张开双臂，像个演员一样夸张地说道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见证了一个奇迹。林远山家的亲戚们很有组织纪律性，专门挑工作日死，而且死得很及时，总能让我们的林远山同学享受小长假。几个同事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这更加刺激了程总监。他回过头，恶狠狠地盯着林远山，怎么样，我说的不对吗？还是说你家亲戚已经死光了，没得编了？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小王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，程总监，您这话太过分了，过分！程总监瞪着小王，小王，我看你是被他洗脑了，这种人就是会装可怜，专门骗你们这种心软的。说着，他又转向林远山，声音变得更加恶毒。林远山，我问你，
你家是不是真的死光了？没人死了，你就没法请假了，是不是很着急？要不要我帮你想想，下次编什么理由？比如说，你家狗死了，你家猫死了，或者干脆说你自己死了。程总监的话越说越难听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林远山的神情已经变得非常危险。程总监，您最好闭嘴。林远山的声音低得像野兽的咆哮。闭嘴！程总监得意洋洋，我偏不闭嘴，我今天就要让所有人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他指着林远山，对全办公室的人大声说道：这就是林远山，一个撒谎成性、毫无道德底线的人。他拿死人当借口，消费死亡，践踏我们对生命的敬畏。办公室里有人开始觉得不对劲，程总监这话说的实在太难听了，但程总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正义感中，继续恶毒地说道：像你这种人就应该被所有人唾弃，你知道吗？每次你编一个死人的故事，就是对真正失去亲人的人的侮辱。他走进林远山，几乎是贴着他的脸说道：林远山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你晚上睡得着觉吗？你这样诅咒自己的亲人，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想？就在程总监说完这句话的瞬间，林远山彻底爆发了，所有的委屈、愤怒、绝望在这一刻汇聚成了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。你给我闭嘴！林远山咆哮着向前迈出一步。程总监被林远山的气势吓了一跳，但嘴上还是不饶人。怎么，恼羞成怒了？想打人吗？来啊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家亲戚死光了，怎么样？你咬我啊！话音刚落，林远山一脚踢向了程总监的胸口，程总监毫无防备地被踢倒在地，整个人重重地撞在身后的文件柜上，发出巨大的撞击声，文件夹哗啦啦地掉了一地。程总监也瘫坐在地上，捂着胸口，脸色煞白。林远山，你疯了！你敢打领导？程总监的声音因为疼痛而颤抖，整个办公室陷入了死寂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力震惊了。林远山站在那里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眼中还燃烧着愤怒的火焰。打的就是你，你再侮辱我的家人试试，你等着，我要开除你，我要送你去吃牢饭。程总监挣扎着想站起来，但胸口的疼痛让他动弹不得。这时，办公室主任陈建国闻讯赶来，他看到现场的混乱，立即大声喝道：都给我住手！这里是办公室，不是街头。陈主任50多岁，在公司威望很高，他的出现让现场稍微安静了一些。陈主任，林远山打人，他疯了！程总监指着林远山大喊。陈主任先帮程总监坐到椅子上，然后看向林远山：小林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动手？他侮辱我的家人。林远山的声音依然充满愤怒，他说：我家亲戚死光了。陈主任听到这话，脸色也变了，他看向程总监：老程，你真的说了这话？程总监有些心虚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说：我只是质疑他撒谎请假，质疑就质疑，但你不能说那种话。陈主任严厉地说道：那话确实太过分了。这时，一直为林远山辩护的小王突然站出来：陈主任，我有话要说。所有人都看向小王。其实我一直觉得林远山没有撒谎。小王的声音有些颤抖。上个月他第一次请假回来后，我看到他在厕所里哭，那种痛苦不像是装出来的。而且，小王继续说道，他每次请假回来都瘦了很多，眼神也很憔悴。
如果真的是去玩，怎么可能是这种状态？程总监不服气，那怎么解释时间这要巧？这时，林远山突然开口了，声音沙哑：“我可以解释。”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林远山深深地看了一眼在场的每一个人，然后缓缓开口：“我确实没有撒谎，这3个人确实都去世了，但是他们不是我的血缘亲戚。”办公室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他的解释。我是在春晖孤儿院长大的。林远山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清楚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。这句话如同重磅炸弹，整个办公室再次陷入震惊的沉默。在孤儿院里，我们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，互相称呼对方为兄弟姐妹、叔叔阿姨。对我们来说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唯一的家人。林远山的眼泪开始往下流。姑父陈明华比我大18岁，从小照顾我，教我读书写字。他毕业后在建筑工地工作，每个月都会给孤儿院寄钱，也会给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买衣服买文具。上个月他在工地上出了意外，脚手架倒塌。林远山的声音哽咽了。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了。我们几个从孤儿院出来的孩子轮流为他守灵，处理后事。办公室里的人都听得目瞪口呆，谁也没想到事情的真相是这样。外公刘庆祥是孤儿院的老厨师，我们都叫他刘爷爷。他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好，半个月前突然病重。他没有子女，我们这些孩子就是他的家人。林远山擦了擦眼泪，他临终前握着我的手说：“远山，谢谢你们这些年来把我当家人，我怎么能不为他料理后事呢？”堂弟李小军其实和我同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上周他骑摩托车出了车祸。说到这里，林远山已经泣不成声，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。所有人都被这个令人震撼的真相所震惊。程总监此时脸色惨白，他完全没想到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。陈主任的眼圈都红了。小林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能怎么说？林远山苦笑道，说我是孤儿院长大的，说那些不是我的血缘亲戚，会有人理解吗？对于我们这些从小没有父母的人来说，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全部。我们互相照顾，互相温暖，建立起了比血缘关系更深的感情。小王忍不住走过来，拍了拍林远山的肩膀：“远山，我们都误会你了，特别是我。”小王看向程总监：“我应该更坚定地支持你的。”林远山摇摇头：“不怪你们。”我也没解释清楚。更重要的是，林远山继续说道，我之所以选择周一或周五请假，是因为我还要协调其他几个从孤儿院出来的兄弟姐妹的时间，大家都要上班，只能轮流请假处理这些事情。而且我们经济条件都不好，只能选择便宜的殡仪服务，通常周一或周五价格会便宜一些。这个解释让所有人都恍然大悟，原来时间的巧合是有原因的。程总监此时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很小：“林远山，我不知道。”不知道就可以说那种话吗？林远山打断了他：“您知道，当您说我家亲戚死光了的时候，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？对于我们这些孤儿来说，能够建立起家庭般的感情是多么珍贵。每失去一个这样的家人，对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。”林远山的声音越来越哽咽：“您那句话不只是在侮辱他们，也是在否定我们这些年来建立的感情，否定我们对家的渴望。”程总监低下了头，他知道
无论说什么都无法挽回自己的错误。陈主任看着这一幕，心情复杂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小林，公司对不起你，我代表公司向你道歉。”陈主任，您不用道歉，错的不是公司。林远山看了程总监一眼，陈主任这时说道：“小林，关于你动手这件事，陈主任，我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”林远山主动说道。“不。”陈主任摇摇头，虽然动手不对，但在那种情况下，任何人都会愤怒，公司不会追究你的责任，反而要检讨我们在员工关怀方面做得不够。从今天开始，公司会建立更完善的员工关怀机制，任何员工遇到困难，都可以找相关部门沟通。我们要杜绝这样的误解再次发生。办公室里响起了掌声，同事们都为这个结果感到欣慰。程总监红着脸站了起来，走到林远山面前：“林远山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说那种话，更不应该在没有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就下结论。我为我的无知和偏见向你道歉，也为我对你建立的那些珍贵感情的不理解道歉。”林远山看着程总监，内心五味杂陈。“程总监，我接受您的道歉，但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，我保证绝对不会了。”程总监真诚地说道。风波平息后，办公室里的氛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同事们对林远山更加关怀，纷纷表达歉意：“远山，对不起，我们都误会你了。是啊，我们应该更理解你的。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说。”林远山感受到了同事们的善意，心中的怨气也慢慢消散了。1周后，林远山收到了程总监的一条短信：“小林，我为那天的话再次向你道歉，我已经向公司申请了一笔慰问金，希望能帮你。另外，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情况，公司会给予特别的理解和支持。”林远山看着短信，心中的恨意终于完全消散了。他回复道：“谢谢程总监，钱我不能要，但我接受您的歉意，希望我们都能从这件事中学到些什么。”程总监很快回复：“你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家人。血缘不是唯一的纽带，爱才是。”又过了几天，程总监在部门会议上公开说道：“我要向大家承认一个错误。上周我对林远山说了一些极不合适的话，这让我深刻反思了自己的管理方式。我也因此学到了一课：家人不一定是血缘关系，真正的家庭是由爱和关怀建立起来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这样的感情。”同事们都很意外，程总监能够公开承认错误并分享心得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林远山在台下听着，心中有些感慨，也许这场冲突虽然痛苦，但也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改变。会议结束后，程总监走到林远山面前：“小林，有时间的话，我们私下聊聊。”林远山点点头，两人来到公司楼下的咖啡厅。程总监给林远山要了一杯咖啡。“小林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恨我吗？”林远山想了想，开始的时候很恨，但现在不了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而且你也道歉了，谢谢你的宽容。程总监真诚地说道：“这件事让我明白了很多。作为领导，我不应该只看表面现象就下结论，更不应该用恶毒的话语伤害员工。程总监，我们都有不完美的地方，重要的是能够改正。”程总监点点头：“你说的对。对了，关于你们孤儿院出来的兄弟姐妹，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情况，
公司会给予特别的理解和支持，我们也会考虑建立相关的制度。谢谢您，程总监。从那以后，部门里的氛围变得更加和谐。程总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看表面，而是更多的了解员工的实际情况。而林远山也逐渐敞开心扉，和同事们分享自己的故事。1个月后，公司举办年度表彰大会，林远山因为工作出色获得了优秀员工奖。在台上，林远山说道：“感谢公司给我这个荣誉，也感谢同事们的支持。我想说的是，家人不一定是血缘关系，真正的家庭是由爱和关怀建立起来的。我们在工作中难免会有分歧和误解，但只要我们保持沟通，保持理解，任何问题都能解决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学会尊重每个人不同的成长背景和情感需求。”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程总监拍得最响。散会后，程总监找到林远山：“小林，恭喜你获奖。”“谢谢程总监。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，那次的事情改变了我很多。我现在明白，做领导不仅要管理工作，更要理解人心。你能有这样的转变，我很高兴。如果没有那次冲突，我可能永远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我应该感谢你。”林远山笑了笑：“我们都成长了，这就够了。”又过了半年，程总监因为工作调动要离开这个部门了。临走前，他特意找到林远山：“小林，我要走了，祝您工作顺利。”“程总监，谢谢。其实我想给你看样东西。”程总监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，“这是我和我妻子领养的孩子小明，他今年8岁了。”林远山接过照片，有些惊讶。“那次事件后，我和妻子商量，决定领养一个孩子。我们想给一个没有家庭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。是你让我明白，家的意义不在于血缘，而在于爱。我希望能用我的方式给更多孩子家的温暖。”林远山把照片还给程总监，眼中闪烁着感动的光芒。“程总监，您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”程总监伸出手：“林远山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林远山握住了程总监的手：“我也是。”程总监。那一刻，所有的恩怨都化作了释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